忘却了自己的身份。尹锡悦在北约峰会很尴尬，韩国人认为他被羞辱了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日前开启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出访，而且是参加北约峰会。面对国内质疑可能会引发中国愤怒的这次出访，韩国政府给出的解释是，并不代表反华，而且韩国如果不参会，会遭到美国的严厉批评。韩国目前是全球经济实力排名第8的发达国家，而且正在崛起成为一个军火出口国。尹锡悦此行被认为是鉴定其国家地位之行。韩国要投入拜登所谓的民主价值观的西方阵营，又想改善与日本的关系，还要加强与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超越传统的新型战略合作关系，可谓是任重而道远。不管外界怎么看，韩国人可是盯着尹锡悦的这次北约之行，但是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，尴尬场面不断。尹锡悦抵达欧洲后的第1天行程就遭遇波折，原本计划于28日举行的2场会谈都被取消，原因是北约有比韩国更重要的议题。为了让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，与土耳其在进行最后的谈判和签约。韩国媒体报道描述说，尹锡悦当天在会谈地点等待了30多分钟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这显然是被人家放了鸽子。面对北约国家的无礼，韩国网友不干了。有人在网上扬言，北约既然忽略了远道而来的东方贵宾，那韩国就应该与芬兰断交，要让西方认识到韩国已经不是从前软弱无力的大韩民国了。还有的网民无法忍受尹锡悦花着纳税人的钱，在北约遭人白眼，坐冷板凳的样子。就在当天，尹锡悦又被拜登给无视了。在欢迎晚宴上，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握手时，拜登没有和尹锡悦对视，而是边跟尹锡悦握手，边跟别人交谈。韩国人看着这些特写镜头，收获的是满满的屈辱感。之后，北约官网发布合影中，只有韩国总统尹锡悦是闭眼照。韩国的第1夫人金建熙在北约峰会期间的另外一张合影是在后排靠边的位置，脸部还被挡住了一半。这些在韩国人看来都是耻辱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尹锡悦在北约峰会期间的表现真的受到了羞辱吗？答案是可能没有，只不过是韩国人没看清自己的位置。首先，这些韩国人忽视了自己非西方国家和非北约国家的身份。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的盟友，参加北约峰会只是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一个需要。尹锡悦不过就是一位特邀嘉宾，与想加入北约的芬兰、瑞典等观察员国身份就差了一层，更不要说与北约成员国相比了。瑞典和芬兰原本就是可能会加入北约的观察员国，而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。而这次峰会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，又是北约扩大的事儿。相比较而言，韩国是啥也不是。其次，韩国忽视了自己只是美国棋子的角色，他们如果不去，就会面临着被组织严厉批评的情况，来了就只能当好配角。韩国现在连军队作战指挥权都没有，所以他们参加北约峰会不过就是个下脚料的角色。尹锡悦和韩国民众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所以心里很难受，不平衡是完全自找的。最后，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国，因此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，他无法做得像日本那么积极，因此他的受宠程度有限。韩国与日本都是东北亚国家，而韩国在听美国话的程度上不可能像日本那么纯粹，何况日本还是 G7 成员国之一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西方所接纳。所以尹锡悦就算是到了北约，只要有日本在旁边，他就不会被特殊关照。总体来看，这次尹锡悦在北约峰会上的表现让韩国人感受到了屈辱。这里面有北约国家傲慢的原因，也有韩国人对自己国家地位认识偏差的原因。韩国想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，但是在西方集团内部，它依然是个异类。从某种角度讲，
韩国只有回归东方国家角色，才能得到必要的尊重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